Hello，大家好，这里是 Work Life AI Lab。在上节影片中，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在自己的 Discord 上部署 Midjourney 的 bot，并使用 Image 指令生成第一张 AI 的图片。我们还介绍了放大功能、变噪功能以及紧句扩张的功能。今天我们要来聊聊 Midjourney 的 prompts 的撰写技巧。你是否在使用 Midjourney 生成影片时，发现它的产出往往不是你要的呢？这是我们将透过5个实际案例，帮助大家掌握如何撰写更精准、更具有质感的 AI 图片的指令。想必大家刚开始使用 Midjourney 时，应该跟我一样会有这样的想法吧？用自然语言生成图片有什么难的？不就是主词加动词加补语吗？这非常简单啊！没错，这确实是生成 AI 图片第一个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的。但如果你想要进一步的控制图片的细节，产出的图片更加符合你的需求，就需要更深入的技巧。在实际的应用中，不同的商业需求会影响我们的 prompts 的撰写方法。例如，在电商产品的摄影中，当我们想要产出不同的情境图，该怎么做呢？首先要了解 Midjourney 基础的 prompts 的结构，除了刚刚所提及的主词加动词加补语勾勒出人事实地物之外，也可以运用图片加文字描述加后缀参数控制图片的产出。好的，接下来我们进入范例一，运用时钟的案例，看看 AI 如何解读我们的 prompts。好的，首先呢，我们要在网络上找一张图片。那这次找到的图片呢，是一张时钟，那是时钟的这张白底图。然后我们要运用刚刚 prompts 的撰写技巧，首先是要有一张图片的连接，那要给一个图片的运用场景以及这是什么东西。那第二个，在连接之后呢，就可以撰写 the background in the bedroom。那这个东西呢是 the clock。那我们又多加了一个 on the table，那可以看出来这是它生成出来的图片。好像跟我们想要的有一点出入，但是又有一些相似之处。哪些地方是相似的呢？就是材质，大家可以看到，跟我们刚刚的白底图它是一样，都是木质的材质，但是它时钟的造型跟我们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还记得刚刚我们的原图是一张电子的时钟，可是它给我们看的这个 clock 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时钟。那有些同学又会问说，如果没有设定说它是一个 the clock 的话，又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第二张图。第二张图一样，就是先放了一个这个产品的连接，然后给它设定了 background in the bedroom。然后之后呢，我们可以再加一个后缀的参数。这个后缀的参数是刚刚 AR 3:2。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画幅的图片，我们是给它3:2这样的比例，会变成是一个长方形的图片。如果是没有特别设定这个后缀参数的图片呢，它的预设值是正方形的图片，所以大家也可以根据这个后缀参数调整这个图片的尺寸。那这个长方形的图片呢，哇，非常具有科幻的风格。因为它完全不知道说这个东西是个 clock，所以它就会摆放在各个这个 bedroom 的各个角落里面，这完全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那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因为我们刚刚上传的是一张白底图，所以可能这个 AI 不知道说这张图片是要运用在哪样的情境里面，所以我们又找了一张是有运用场景、运用情境的这张情境图。但是可以发现说，虽然这个时钟的造型好像快要趋近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但是它摆放的位置以及它摆放的这样子的样式，好像也不是我们想要的。它完全可能不太知道说这是一个时钟。那究竟这样的问题要如何解决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在影片的最后呢，会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刚刚看了一个比较失败的案例，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就是这个香水。那我们先在网上找到了一个香水拍的不错的这个产品照，我们一样运用刚刚所学的公式，先加入一个产品照的连接，照片连接，然后再加入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一瓶香水，然后以及给它设定一个背景，background 是 in the snow mountain，一个雪山这样的背景，然后后面给它做一个后缀参数，希望它的画幅是3:2。那我们得出来的效片效果呢，比刚刚好的非常多。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但是透过这样子的 prompts，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我们的 prompt 是有影响到这个画面的风格的。所以，但是它能够影响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再做进一步的测试。像刚刚呢，我们是说 Snow Mountain，那我们在 Snow Mountain 之后再加一些其他的东西，加一些花花草草，加一些 flower，加一些 sun，然后看它产出的效果又会是什么样子。诶，
发现好像它加出来的效果有我们的这些元素，在原有的照片中又都出现了一些花朵，出现了一些阳光，所以其实我们这些 prompts 都是会影响到我们提供的这些照片。好的，有鉴于前2个案例呢，我们第3个案例来讲讲看对于材质上面的控制。那有鉴于上一个案例，我们可能会想说，可能是我们提供的这个情境图的照片不够清楚，所以才导致说我们后来产出的图片不够清晰。所以这次呢，我们找了一张情境图，是一张雪靴，一样是产品的照片连接，然后给它一个定义，它是一个 snowshoes， 那它的 background 是在一个雪山上面，然后是一个3:2的长方形的图片。那大家可以看到产出来的图片乍看之下好像不错，但是可以发现说其实细节上面完全是不行的，完全不能拿来当做电商图来使用。为什么呢？虽然说它同样都是黑色的雪靴，但是可以看到说，首先它携带它的绑法就跟我们原来的产品图完全不一致，然后再来就是颜色上面的控制，它里面的内里呢自己做了一些对于这双雪靴内里的想象，有红色有咖啡色的，但是我们原图其实是没有内里的材质的这个部分，所以如果说是要拿来做电商图来使用的话，可能对设计来说又是要一番功夫。那所以它完全没有商用的价值吗？其实也不会。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当我们在做这样的产品照片的时候，特别是电商图，要讲求的是它的功效、它的功能。那雪靴它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呢，就是它要防水。那防水的效果要怎么制作呢？有些人说啊，那非常简单啊，就是原图，然后再加上一些 prompts， 就是给它一个像是这个 the water drop on the surface on the snowshoes， 在水滴上面呢，水滴在这个鞋子的表层上。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说，这样的效果其实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AI 非常的聪明，也非常的人性化。他觉得说，水滴在雪靴上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雪融在雪靴上面的感觉。所以它不是我们电商图想要的那种有颗粒状的水滴的材质的感觉。那要怎么样营造那样的感觉呢？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先产出一张 waterproof fabric with the water drop， 在这个防水材质上面有水滴在上面的这样的效果。那他非常的聪明，他产出了4张图。那我自己呢是喜欢第3张图的表现的，所以单就这3张图呢，我先把它的图片连结，我先把它放大，然后把这个图片复制起来。复制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做另外一个小技巧，把刚刚的这个雪靴的产品照加上刚刚的这个 fabric 上面有水滴的照片，加上与刚刚相同的 prompts， 就可以发现说，它产出来的照片跟刚刚完全不一样。它结合了我们提供的2张照片连接的效果。它把第1张照片的雪靴加进来了，它把第2张照片的水滴的 fabric 的这个效果也加进来了。好的，接下来我们回到这个时钟的案例。那大家可以经过这几番的案例之后呢，大家有没有想到说有什么好方法可以产出一个电子时钟是放在 bedroom 里面的呢？那我们可以先结合一下刚刚的前2个案例的优点。第一个呢，就是为什么这个 perfume 的这个案例，这个香水可以被完美的生成呢？首先我们看一下刚刚选用的这张香水的参考图，有发现说它香水的参考图有许多优点。第一个优点是它的情境够明确，有明确的前后景，就是它的背景呢是呈现虚化的状态，凸显了它的主体。它的主体呢，对 AI 的解读也许就是2个罐子，然后在这个2个罐子上面呢，我们给它下了一个 prompt， 就是 a perfume。所以他会知道说这2个罐子我要把它换成是香水，所以我们也在网络上找了一个前后景比较明确卖电子时钟的这个情境图。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换了我们刚刚的这个图片连接，然后把这个图片呢设定成是刚刚我们说前后景比较明确的那张图片。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加了一个，就是我们把我们的 prompts 进行修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刚刚如果我们一开始打的都是 o'clock，
可是我们发现 a clock 它出现的基本上都是传统的那种时钟，不是我们要的这种电子钟。所以我们在这个提示词这个 prompts 里面呢，我们把它加入了一个新的词，就是 digital， 让这个 AI 知道说它是一个电子钟，然后接下来的其他的 background 这些都不改变。然后我们就可以发现说，这张图出来的效果非常的不错，它有很明确的前后景，然后可以看到，并且可以看到说它的前后景这个时钟是放在这个桌子上面的。然后另外呢，这也比刚刚的时钟要好很多，就不是那种传统的圆形的时钟，而是这种像是比较现代感的这种电子钟。但是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想说，那这样子可能是因为你这个 prompt 的关系啊，所以才导致说，你的这个画面，比较不一样。但其实这个我们有做测试，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用这一张白底图做测试，用这张白底的这个时钟，我们插入在这个图片连接里面，然后一样做 a digital clock， 然后 background 一样 in the bedroom。大家可以看到说，出来的效果还是比较不理想的，因为他觉得说这个东西会不会是贴在墙壁上的啊，还是说它其实有点像电视，他也不知道说它是一个时钟的效果，比刚刚有一个明确它有前后景的这个情境图给出来的图片效果差的非常多。好的，这期的影片呢，我们介绍了在 Midjourney 里面 prompts 的基本撰写结构，以及如何运用刚刚 AR 的后缀参数改变照片的尺寸，还有如何运用图片加图片的方式提升照片中材质的表现，以及如何选用合适的情境图作为参考的标的。好的，喜欢影片的朋友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见。